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豆豆。美杜莎告诉萧炎，蛇人族长老利用秘法得知他已非处子之身，要见一见萧炎。萧炎有点心虚，想着到时候可以把海波东和嘉刑天叫上一起去。另一天，萧炎在和海波东等人商议好偷袭燕洛天和慕容三老的事后，刚走出议事厅，美杜莎就说自己已经等很久了。就在萧炎想要开口让海波东两人一起陪他去的时候，美杜莎说自己和萧炎有要事，让他们不要跟来。萧炎只能认命，苦着脸跟上前面带路的美杜莎。两人来到蛇人族长老们居住的房间外，在进去之前，萧炎能感受到里面有4道处于斗皇巅峰的气息，他心中松了一口气。凭他的本事，斗皇级别的强者能留下他的人不多。萧炎一进房门，就在蛇人族4位长老凝聚的巨蟒压力下，释放出了自己的异火。异火一出，阴寒的巨蟒也慢慢消散。萧炎在拜见过蛇人族的4位长老后，大长老告诉萧炎，美杜莎在化为人身后，必须要经过族内的祭坛洗礼，方才能与人行房事。现如今，萧炎不按规矩夺走了美杜莎的处子之身，按照族规，萧炎需要承受万蛇噬体之刑。大长老的话一出，萧炎的脸色都变了。好在大长老也只是吓唬一下萧炎，蛇人族现在与加玛帝国联盟，以后说不定还要麻烦萧炎这个联盟盟主照料，自然不会让他受刑。随后大长老告诉萧炎和美杜莎，他们在为美杜莎洗礼时，用秘法探知到美杜莎体内有一道微小的生命气息，似乎是怀孕的征兆。大长老的话一说完，一旁的萧炎和美杜莎直接被震惊到呆滞。萧炎有些不敢置信，两人都是第一次就碰到这么巧的事，而且现在距离上次弟弟那一次已经过去了差不多1年。萧炎认知中的怀孕似乎不需要这么久。大长老告诉萧炎，蛇人族与人类不同，尤其这次美杜莎的进化体更是远古异兽吞天蟒，怀孕1年或者几年，这都是很正常的。从呆滞状态中恢复过来的美杜莎怀疑大长老感应错了，虽然大长老还要过段时间才能确定那道气息是否是怀孕的征兆，但如果这真的是美杜莎血脉的传人，从现在开始就该为她的到来做好准备。美杜莎的血脉非常强悍，所以婴儿还在母体的时候就需要无数灵丹妙药滋养。按照蛇人族的秘法，美杜莎婴儿的滋养分为上中下3等，下等秘法滋养的婴儿日后没有大机缘便会止步于斗皇，中等秘法滋养潜力足以达到斗宗级别，而上等秘法则会有更强的未来。美杜莎当初使用的就是中等秘法，秘法滋养所需要的条件极为苛刻，当初为了给美杜莎使用中等秘法，可以说是耗尽了蛇人族大部分所藏。中等秘法需要一味名为蛇髓退骨丹的6品丹药为主要引，高等秘法是一种名为天魂融血丹的7品丹药，这种丹药能最大化的让美杜莎婴儿将潜力爆发，日后的成就堪称恐怖。但7品丹药难以炼制，并且还具备夺天之能，丹成之时还有丹劫相随，一个不慎丹毁人亡都很常见。这么多年，蛇人族还没有过由上等秘法滋养而出的美杜莎血脉。如果美杜莎真的是怀孕了，那么萧炎作为孩子的父亲，为孩子做点事是义不容辞的。蛇人族差点遭遇灭族，这次大难也导致族中的收藏少了很多，以他们现在的收藏只能弄到最低1等的秘法。而萧炎作为孩子的父亲，又身为6品炼药师，大长老他们希望萧炎出手，为未来的美杜莎血脉炼制中等秘法所需要的丹药。但萧炎在听到大长老的要求后却摇了摇头。萧炎的举动让在场另外5人脸色一沉，尤其美杜莎看向萧炎的目光都变得冰冷。紧接着萧炎说6品丹药相比而言还是低了一点，他觉得天魂融血丹更好。萧炎的话让4位长老十分高兴，美杜莎望向萧炎的目光也变得柔和。以萧炎现在的炼丹水平，炼制天魂融血丹还差点意思，但只要给够他时间，成功炼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好在蛇人族怀孕时间也长，萧炎只要在2年内炼制出天魂融血丹进行滋养就可以。萧炎保证自己一定会在2年内炼制出来。虽然他还没有做好准备，也没有当爹的觉悟，但这孩子也有他的血脉，他自然会给孩子最好的东西。萧炎的保证让4位长老对他的态度都变得温和了许多。
在拿到炼制天魂融血丹的药方后，萧炎就和美杜莎一起离开了。美杜莎知道萧炎和薰儿的感情，她告诉萧炎自己不会纠缠他，只要他成功炼制出丹药，其余的一切都不用他管。萧炎感觉自己好像成了薄情寡义之人，但他与美杜莎之间太过复杂，感情上自然是比不上薰儿。可经过弟弟之事，再加上美杜莎又怀孕了，他和美杜莎之间也变得更加微妙。萧炎脸上纠结的神情让美杜莎有些不开心。不开心的美杜莎还没有送萧炎离开蛇人族，就自行离开了。萧炎在还没有踏出蛇人族之前，就被蛇人族爱慕美杜莎的强者包围。他们警告萧炎离美杜莎远一点。萧炎并不想搭理他们，但他们不断挑战萧炎的耐心，逼萧炎出手。在萧炎运转琉璃人心火的时候，美杜莎出手训斥了蛇人族的强者。有了美杜莎发话，蛇人族不敢再有人阻拦萧炎。萧炎恍惚着走出了蛇人族所在的区域，想到生气到不愿现身的美杜莎，萧炎觉得自己有点混账。遇到这种事，他竟然比女方还要扭扭捏捏。他想着下次见面一定要好好跟美杜莎道个歉，毕竟这孩子也是他的。在处理完这件事后，萧炎便开始为明天的刺杀修炼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